他往鸡蛋里注入自己的体液，40天后竟然制造出了一个诡异生物，甚至呢还会喷射某种毒液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从这之后，大叔就突然断更消失了，没有任何消息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叔呢是一名俄罗斯炼金术士。实验开始，先找来了一颗未受精的鸡蛋，然后呢把自己的体液注射到了鸡蛋里，用胶带密封后放进了塑料盒，接着套上帽子用来保温，期间避免光照。40天后，大叔打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。打开鸡蛋后，里面赫然出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这东西突然动了起来，朝大叔喷射了某种液体，手臂都被灼伤了。大叔吓坏了，一书本就给拍死了。看着血肉模糊的一滩，大叔怀疑制造出了一个异形，但是呢他并不放弃，决定继续实验，一次性做了5组进行对比。他穿上防护服，逐个打开，结果呢所有鸡蛋除了腐败以外，没有出现任何生命体。他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又做了很多实验，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生命体。他把这东西放在水里饲养，头部还长出了一个类似触角的东西。几天后可以看到这东西变大了很多，敲击玻璃还会做出反应，甚至呢开始吃肉。肉丁刚放进去就被它吸进了体内。更奇葩的是，在给它喂食的时候竟然有触电的感觉，用万用表一测，果然有电。于是呢大叔给它取名皮卡丘。为了对比观察，大叔又制造出了另一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体。这个生命体呢没有嘴巴，完全靠皮肤吸收营养，体型类似海星，于是给它取名海星。经过几天的喂养，海星竟然长出了眼睛，眼球还会转动。大叔决定把皮卡丘和海星放在一个容器里，看会发生什么。刚开始呢他们只是静静的待着，互不干扰，但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皮卡丘的头部和海星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，而且呢皮卡丘也开始放电。他怀疑这是皮卡丘在攻击海星，但过了1天他们还是这个状态，海星呢也没有死掉。大叔认为他们并不是互相攻击，更像是在配对。又过去了几天，2个生命体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形态，甚至呢还长出了耳朵，触碰一下这东西瞬间会做出反应。最终呢生命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类似大海葵的东西，嘴巴里竟然长出了牙齿。大叔给这个全新的生命体取名叫肖格斯，但是呢发现它并不吃肉，只吃胡萝卜。接着呢又过了几天，大叔发现肖格斯突然开始吃肉，并且呢对人类血液的味道非常敏感。随着肖格斯一点点长大，他开始不间断地吐出一些液体。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，大叔对水质采样检测，先测量了 pH 值，显示呢是一种碱性的液体。把液体倒进植物里，很快呢植物就枯萎了，说明肖格斯吐出的液体很有可能有毒。这天呢大叔突发奇想，放进去一条鱼，看会发生什么。没想到在鱼接触到肖格斯的一瞬间就死掉了。同时呢大叔也被电了一下，大叔用棍子刺激肖格斯，在肖格斯做出反应的瞬间，电压就发生了变化。也就是说，肖格斯结合了之前2个生命体的全部特征，会喷射毒液和放电。但谁都没有预料到，这竟然成了大叔发布的最后一期视频，之后就突然消失，没再更新过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很快有其他博主质疑他造假，还根据他的流程实验了好几次，鸡蛋除了逐渐腐烂以外，并没有产生任何生命体。他认为人类 DNA 不可能和鸡的 DNA 融合，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。你认为大叔制作出来的生命体是真的吗？只需要把手按在100万美金上，最后一个把手拿开的就可以获得100万奖金。这是国外土豪哥举办的不能动挑战，挑战过程中竟然还有人尿了裤子。看到最后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最后放手的人竟然是他。4位挑战者都信心满满，有人表示起码坚持个1星期，还有人说今天就算把手砍了也要拿走这100万。然而黄衣服的小哥微微一笑，全程呢啥也没说。很快呢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。时间来到第3个小时，仍然没有人放手。土豪哥准备给他们增加难度，玩起了剪刀石头布，结果呢没人上钩，接着朝他们丢饮料，也都被另一只手接住了。他们轻松躲过了所有套路。就这样又过去了6个小时，4位挑战者已经有些疲惫了。土豪哥决定给他们投喂食物，但是呢只能用嘴来接，接不到的话还要戴1个小时头盔作为惩罚。结果呢他们都被戴上了头盔，简直雪上加霜。很快9个小时过去了，终于有人憋不住了，黑衣小哥竟然尿了裤子，简单给他处理了一下，挑战继续。1夜过后查看监控，发现了第1个犯规者。红衣小哥下意识的把手抬起了1秒钟，没办法只能提前出局。不过呢土豪哥给了他1万美金作为安慰。挑战继续，来到了第19个小时，为了激励他们，土豪哥请来了他们的家属，给他们加油打气。此时呢距离挑战开始已经过去了32小时，他们快要失去意识了。就在这时，黑衣小哥下意识的抬起了手，等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，惨遭淘汰。作为安慰，土豪哥给了他2万美金。现在呢挑战者只剩下了2个人，
两人还相互放了狠话，都想要成为百万富翁。黄衣小哥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了。赢了比赛后呢，先买个大房子，再给老婆买个大钻戒。黑衣小哥只表示要开一家餐厅，再把剩下的钱给父母，让父母安享晚年。时间来到36小时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黑衣小哥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，不经意抬起了手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严重性，心存侥幸的放了回去。这一幕被黄衣小哥看得一清二楚，没办法，黑衣小哥也出局了，只得到了3万美元的安慰奖。坚持了整整36个小时，黄衣小哥成了最后赢家，得到了全部奖金。大厨把牛奶灌进羊肺里，用来制作当地的豆腐。制作过程极其复杂，据说呢，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。小哥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耐人寻味。要制作这种美食，第一步先和面，然后呢醒发半小时。接下来把切好的洋葱倒入牛奶中，再把醒发好的面团也丢进去，然后呢开始洗面，一直揉搓20分钟。把面筋全部洗出来后，再把牛奶过滤一遍，就得到了充分混合好的牛奶面粉液体。在气管里插上漏斗，开始往羊肺里灌牛奶，每个肺泡里都充满了牛奶，整个羊肺肉眼可见的变大，颜色呢也逐渐变成了奶白色。这还没完，接着呢再加上一勺黑胡椒，然后重头戏来了，倒入一些花生油，最后用绳子把羊肺绑起来，接着放进锅里煮2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就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小哥发现这里的羊很特别，它们的尾巴很奇葩。小哥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大厨却表示羊尾巴也可以做一道特色美食。首先把尾巴割下来，均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后再和羊肉混合在一起，加入各种调味料，搅拌均匀后，大厨取来了一坨大肠。没错，接下来就是做香肠，这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但接下来的加工过程有点奇葩。把做好的香肠盘在一起，一层层放在烤架上，接着把烤架整个放入吊炉焖烤1小时。接下来还要用泥巴封口，确保没有任何缝隙。只需要等待1小时，香肠就可以出炉了。扒开泥巴，一股热气就冒了上来，掀开盖子，香味瞬间扑鼻。把100多斤的香肠抬出来，简直不要太震撼，一口下去满口爆浆。这时呢，羊肺也煮得差不多了，捞出切块，Q Q弹弹的，看着呢有点像豆腐，撒上一点辣椒面就可以吃了。小哥尝了一口，表情很是复杂，回味了片刻，直呼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美食。羊肺的鲜和牛奶的甜，吃了就仿佛看见初恋一样。看着一桌乌兹别克斯坦的奇葩美食，小哥好吃的只会说我去。你学会了吗？他要挑战徒手把生鸡肉拍熟，没想到过程中意外不断，难度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。在拍打了13万5千次后，看到鸡肉变熟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真徒手是不可能完成的，所以呢要先打造工具，模拟人手拍打的效果。原理呢就是把动能转化成热能，从而使鸡肉变熟。准备完成，开始了挑战。结果呢还没拍2项，设备就散架了。他决定对设备整体升级，支架这些呢全部换成镀锌钢材质，给外壳又加装了保温泡沫。挑战呢又开始了。还没过多久，电机就冒烟了。鸡肉呢看起来也没有太多变化，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。很快呢又研制出了打斗机 2.0 版本，把电机换成了柴油机，拍打装置也换成了旋转的，可以看到效率明显快了很多。结果呢把鸡肉打成了肉泥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工程难度。总结原因是因为力道太大，才把鸡拍成了肉泥。所以呢现在需要一个速度快力道轻的打肉机。经过不懈的改造，工具终于是改完了。这次他使用了气凝胶保温材料包裹鸡肉，这样呢能把热量损失降到最低。内部再安装无线温度计，时刻监控鸡肉温度。接着呢挑战又开始了，很快温度就升高到了9度。就这样一直拍打了几个小时，来到了5万次，温度也上升到了33度。拍打7万次的时候，温度就来到了40度。随着温度不断升高，看起来把鸡肉拍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。拍打了10万次的时候，意外呢又发生了，打肉机的螺栓竟然磨断了。小哥决定先查看一下鸡肉的成熟度。刚打开包装，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，他切下来一小块想要尝一尝，犹豫了很久还是没能下起嘴，只能接受失败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升级打肉机，为了防止螺栓再次磨断，这次呢使用了大尺寸的淬火钢螺栓。升级完成，接着挑战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这次的电源竟然烧了，虽然状况不断，但这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，说什么也要吃上一顿用拍打的方式做的饭。于是呢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升级了打肉机的机械臂。他退而求其次，决定来拍打牛肉，毕竟牛肉不用做到全熟，来个5分熟就行了。而且呢之前已经证明过，打肉机可以把肉加热到40度以上。说干就干，把新鲜牛肉装进包裹，挑战正式开始。拍到2万次的时候遇到了瓶颈，牛肉包装拍漏了，这属于小问题，换个包装继续。温度很快来到了50多度，又继续拍打了一段时间，温度上升到了60度。小哥非常激动，这意味着他的5分熟牛排已经好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。刚打开包装，汤汁就流了出来，看牛肉的色泽，好像呢已经熟了。闻起来怎么说呢？味道非常像牛排，一刀下去血水就冒了出来，不错。
是正宗的5分熟。小哥切了一块送进嘴巴，据说呢口感非常不错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把鸡肉拍熟的想法，再次尝试，一直拍打了90分钟，最终鸡肉还真被拍熟了。但是呢他没有吃，可能是因为鸡皮收缩的原因，鸡竟然睁开了眼睛，所以呢没敢吃，但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要拍熟一只鸡，至少呢需要拍打135000次。你学会了吗？可接下来却发生了神奇的一幕，随着大气中的尘埃落定，阳光重新普照大地，植物逐渐复苏，整个世界开始绿意盎然，生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又重新开始繁荣起来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却意外找到了骨灰盒，他当场吓出 Oh my god。起因是他们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船身呢还是一道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他们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呢就发现了一个鱼竿，这也没啥用啊，丢在一边继续寻找，又找到了一只鞋，看着呢还挺新，拿着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。继续寻找呢，又找到了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，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，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两人不放弃，接着找。这时呢，他突然发现一根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呢属实诡异。两人壮着胆子，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的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在下面拉扯了好久，终于拉了出来。原来是一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口感真好，手感真好。但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就发现了一个箱子，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的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没成想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，这不发了吗？在一声声 Oh my god 中，他们赶紧收集金币，同伴拿起一枚咬了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不一会儿呢，就捡到了上百枚金币。两人兴奋地来到岸上，把金币收藏好后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他们决定分开寻找宝藏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，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，就在沉船附近搜索，没一会儿呢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，掂了一下，分量很重，而且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呢这里面可能又是金币，慢慢掏出来，感觉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，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他赶紧往回游。上岸后跟同伴说了这件事，毕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呢还是决定报警。等了半天，警察终于来了。警察了解情况后，并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到原来的位置。既然是不小心遇到的，那就应该尊重死者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。这次水下寻宝真是又喜又惊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下一期水下寻宝，他又碰到了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东西。他家的电灯一到半夜就自动亮，房门偶尔还伴随着咯吱咯吱的怪声。最后得知真相的大爷那是欲哭无泪。刚开始呢，大爷以为是老伴上厕所忘了关灯，但老伴却说自己根本就没上厕所，两人也没在意，关了灯继续睡觉。可没想到第二天后半夜，大妈起床上厕所，就发现隔壁房间的灯又亮了。就这样，老两口相互埋怨，都说是对方开了灯，毕竟两人都上了年纪，记性不好很正常。到底是谁忘了关灯还真不好说。第3天晚上，大爷留了一手，睡觉前呢把隔壁房间的灯仔仔细细的给关上了，确认再3才上床睡觉。可当大爷半夜上厕所，隔壁房间的灯居然又亮了，大爷瞬间紧张起来，难道家里进贼了？他悄悄抄起家伙，找了一圈呢，啥也没发现，而且家里东西一样也没少。这下大爷更慌了，不是小偷的话那是什么？这下彻底睡不着了，越想呢越害怕。这还没完，接下来的每个晚上，电灯就跟定了时间似的，一到后半夜它都会自己亮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大爷把灯泡好好检查了一番，一遍遍的试开关，灯都是好好的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大爷肯定这不是灯泡本身的问题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大爷决定今晚就住在这间房间里，一刻不离的守着电灯，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足足守了几个钟头，就在困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头顶上的电灯突然就亮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自己呢又灭了。大爷头皮发麻，难道家里真闹鬼了不成？虽然大爷年纪大，但是并不迷信，既然自己找不到问题，那就找懂行的人。很快找来了村里懂电的大学生，再次检查了电灯，最后呢仍然看不出任何问题。看来家里真的闹鬼了。大学生直接被吓跑了，大爷呢也真的是怕了，因为之前还真做过一点亏心事。原来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占用了死去大哥的宅基地。这时大妈也回想起来，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就怪事连连，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好，把这2件事联系到一块儿。大爷认为一定是大哥不高兴，找上门来了。想到这里，大爷赶紧来到大哥坟前道歉，但大哥好像并没有消气，家里的灯还是一到半夜就自己亮。大爷家里闹鬼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村，胆小的连他家的门也不敢上。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连大白天这盏灯也开始自己亮。
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，大妈扛不住了，一病不起。为了不让老伴再受刺激，大爷一咬牙把家里的电闸给断了，用上了煤油灯。就在这样的煎熬中，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事情就出现了转机。原来供电公司对农村电网进行大检修，有人就把大爷家的怪事告诉了维修人员，大家马上就来到大爷家，对开关和线路来了个彻底检查。没过几分钟就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发现是电灯的开关螺丝松了，造成了接触不良，把螺丝拧紧后，一切就恢复了正常。这个泉水里的鱼会嗑瓜子，还会和人一样吐出瓜子皮，甚至呢还能吃核桃。不仅如此，据说这鱼竟然还能长生不老，被当地村民奉为神鱼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人只要吃了这鱼就会生病，即使连猫都不敢吃这里面的鱼，村里的野猫路过这里都会选择绕道而行。这种种难以解释的现象让当地村民对神鱼信奉不已，甚至呢有人开始为神鱼塑像。乍一看，这些鱼和普通的鱼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记者好奇地丢进去几颗瓜子，果然很快就有鱼把瓜子吃了下去，然而并没有发现有鱼吐出瓜子皮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水面上还真出现了一些瓜子皮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记者四处打听，却听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这鱼不仅仅会嗑瓜子，还会定期集体消失。每年一到农历6月初，神鱼就会凭空消失5天，5天一过，这些鱼又会神奇的出现，而且鱼在生长的过程中，身体会慢慢变弯曲，形状异常诡异。对于这些鱼究竟从何而来，当地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为此我们找来了水产专家，希望专家能给出合理的解释。一来到神鱼泉，专家便给鱼喂起了瓜子，很快水面上就冒出了瓜子皮。由于很多细节没办法看清楚，专家决定捞上一条仔细观察。然而呢，神鱼特别灵活，捞了半天一条也没捞到。不过在打捞的过程中，专家还是看出了一点端倪。他发现这些鱼越看越像是当地抚仙湖独有的一种鱼类，一种叫云南倒刺巴的鱼。为了验证猜测，我们决定前往抚仙湖捞上几条倒刺巴来对比。见到刚捞上来的倒刺巴，专家便肯定这就是神鱼泉中的鱼。不过由于长期生活环境的不同，两者在外形上还是有所差异。但奇怪的是，抚仙湖中的鱼并不会嗑瓜子。那这些鱼是如何来到神鱼泉的？专家认为可能是很久以前人为放进去的。专家仔细观察吐出的瓜子皮，发现瓜子皮上的黑色花纹都不见了。专家断定瓜子皮是被鱼磨出来的，通过咽喉齿的研磨就磨开了瓜子，果实吃了下去，瓜子皮呢也就被吐了出来。至于神鱼泉的鱼为什么会选择吃瓜子，是由于泉水封闭，周围呢没有食物来源，再加上当地人都把它奉为神鱼，就把自己喜欢吃的瓜子给它吃，鱼也只好慢慢学会了吃瓜子。专家还说，这鱼最喜欢吃的其实是菜叶。果然，把瓜子和菜叶同时丢进池中，神鱼争先恐后的抢着菜叶，瓜子无人问津。至此，神鱼嗑瓜子的疑问解开了。总结来说，就是饿的，给啥吃啥。至于当地盛传的吃鱼会生病的说法，完全是因为心理作用，而他们每年离奇消失的5天，其实是到了产卵的季节，找地方产卵去了而已。他家的墙壁温度高达60度，冷水泼在墙上，立马就冒出滚滚热气，还伴随着吱吱的声音。无论泼多少次冷水，都无法使温度降下来，不小心碰到都能把手烫个水泡。奇怪的是，其他墙面都不热，唯独杂物间的这面墙发热，而且呢只有局部一小块发热。他赶紧打开杂物间一探究竟，没想到门一打开，却让他大吃一惊，一股热浪迎面袭来。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些热气正是从墙面上散发出来的，而且温度比外面的还要高，竟然达到了80度。住了几十年的房子，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，真的是活见鬼了。他在屋里研究了半天，几根电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部分电线已经没有了绝缘皮，他怀疑是漏电造成的这种现象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拉下了电闸，没想到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墙壁依然非常烫手，很明显并不是漏电导致的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0多天，这期间他想了很多方法，甚至每天晚上都会提一桶冷水泼在上面，然而温度依然是居高不下。更让他担忧不已的是，自从墙壁出现高温后，他17岁的女儿经常出现头晕头痛的现象，而且家里的鸡鸭也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掉。很快他家的怪事就传遍了全村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他家风水不好，建议他把房子拆掉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重新盖，毕竟这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原因。他们一家也真的是怕了。他找来节目组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也很震惊，怀疑墙壁内可能含有放射性元素。工作人员赶紧拿出仪器检测，里里外外检测了半天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这时呢，又有人说房子下面可能有温泉。随后节目组又找到了当地地质学家，专家不认为地下有温泉，温泉是不可能使墙壁发热的。目前呢，各种可能都被一一推翻，最后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找来了电工师傅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仔细查找，答案终于浮出水面。
原因就是漏电导致的，但不是他家漏电，而是邻居家漏电，漏到了他们家里。随后专家又解释了一通，反正呢大体意思就是邻居家的电源线和他家的电源线搭在了一起，他家的开关有破损，和墙壁内的钢筋连在了一起，这就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，慢慢的就导致了墙体发热。至于用手摸没有触电，是因为墙体混凝土的内阻比较大，所以只能感觉到墙壁发热。至于女儿经常头痛的原因，可能是由于体质太差感冒了，而积压经常死亡的原因应该是一种家禽类的传染病导致的，与墙壁发热无关。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，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。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，完全是因为那件事，直到最后瘦下来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。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，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，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，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，每顿都是大鱼大肉。她刚开始也很懵，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，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，就跟着吃了起来，加上听不懂英语，别人问她好不好吃，她只会说 yes。 主人以为她很喜欢吃肉，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体重就增加了30斤，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。吃饭时她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。她尤其喜欢吃奶油，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，她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。慢慢的她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，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觉得自己胖，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，她属于是非常苗条的，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。于是呢她想着继续增肥，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比之前吃的更夸张，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。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，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。留学结束后，她迫切的想回国，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。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，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，男朋友震惊了，你谁啊？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，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，你太胖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，而就是胖，发誓要减肥。于是呢开始运动，接着控制饮食，坚持了没几天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在放弃的边缘，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，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。有这么臭吗？拿过来一闻，差点晕过去，瞬间就没了食欲，还不停的想吐。他突然灵光一现，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，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。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，闻一下能顶一整天。再后来呢，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，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。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，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，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1大圈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，不一定正确，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。减肥呢量力而行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他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，还变得越来越大，摸起来呢软软的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，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，才看见他的真面目。大叔说自从多了一个脑袋，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，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，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，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，分别控制自己，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。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，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呢赶紧找到了医生，来了个线上会诊。当他把衣服脱掉，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，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，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。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，慢慢就变成了这样。会诊过程中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，还奇怪的大笑，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。医生顿感不妙，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。当食脑虫侵入体内，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，患者就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，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，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，大叔才会出现幻觉、精神错乱等症状。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，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。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，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。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，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。这时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，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，等大叔稳定下来后赶紧送来医院。隔天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，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，手术就开始了。把脑袋割开后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，看着非常像奶油。不过还好，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。处理完毕，缝合伤口，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。假如你乘坐的飞机不幸发生了空难，如何在空难中幸存？做好下面6点建议，可以提高你的生存几率，尤其呢是最后一个。第一点，尽量选择大型客机，因为同等风力下吨位更重也更加平稳。建议你在飞行前尽量穿全棉紧身的衣服，如果发生事故，宽松的衣服很容易被挂住，而牛仔裤和衬衫可以避免你受到尖锐物体的伤害。据统计， 68% 遇难者的死因都是因为火烧或者浓烟。棉质衣服不像化纤材质容易燃烧，而且全棉布料沾上水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呼吸道，防止吸入浓烟。鞋子呢避免穿
穿拖鞋或者高跟鞋，要穿系鞋带的那种，奔跑中呢不容易脱落。第二点，选择安全的座位。不同座位的生存几率和飞机落地的姿势有直接关系，但通常最好的选择是尽可能坐在后面。有统计数据表明，过去35年飞机事故中，飞机后排座位的死亡率为 32%， 中间位置是 39%， 前排呢是 38%， 而且呢过道比窗边更安全，因为它离引擎和油箱更远。但无论坐在哪里，你都需要知道紧急出口的位置，这样呢即使机舱内充满浓烟，你也能准确的找到它。坐在紧靠紧急出口的位置，也会大大提高你的生存几率。第三点，虽然你可能听腻了，但起飞前的安全须知一定要认真看完。起飞后的前3分钟和降落前的8分钟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时间，要时刻保持清醒，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放好随身行李。第4点，保持冷静。如果真的发生了坠机，尽量呢不要恐慌。很多人会紧张到不会解安全带，飞机失事的前90秒是最重要的，将决定你的命运。仔细听现场指示，做好防冲撞姿势。首先呢，身体前倾，弯腰抱膝，并保持头部靠近前面的座位。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尽量减少甩尾，另一个是减少2次撞击的可能性。这时呢，机舱可能会突然失去压力，甚至呢严重缺氧。在你失去知觉前，有大约10秒钟的时间，所以如果看到氧气面罩掉下来，马上给自己戴上，再尽量尝试帮助其他人。第5点，如果飞机已经撞到了地面，你有机会从飞机上撤离，那就不要再拿行李了，逃命要紧，不然呢很可能被困在燃烧的飞机上。第6点，等你顺利逃出机舱后，尽可能远离坠机地点，因为飞机很有可能会爆炸，你需要在逆风方向上至少跑150米，然后等待救援。从统计数据来看，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之一，空难中上升的几率是1100万分之一，比你吃饭被噎死的概率还低。如果万一遇到飞机失事，就按照上面说的，想办法让自己幸存下来。最后希望这些知识你永远都用不上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，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
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她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，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花80万买的新房子竟然长出了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一到晚上呢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最诡异的是，拔掉后第2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，主人直接被吓哭了。物业把地板拆开后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可怕，然而专家说的话却更加让人意外。反正就是上个月开始吧，具体是哪天我真是忘记了。蘑菇我们自己弄掉过三次了，然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这是早上，这是晚上，然后昨天突然间，你看就一天的变化变成这样子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着急，很多嘛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很严重的。然后我就带着小孩，我就在家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哭啊。长蘑菇的地方在卫生间的墙角，大概呢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太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是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又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呢蘑菇开始长得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的一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呢其他地方也开始长蘑菇。卫生间的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物业把地板撬开后发现，地板下不仅异常的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。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的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。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的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呢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呢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找来节目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。于是呢，记者又找到了菌类专家。现在从图片上看呢，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墨质鬼砂在腐木上生长。它生长速度非常快。那么一般情况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像木汁一样流下来，变成一部分汁液了。专家还说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这种蘑菇竟然是可以吃的，不过呢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板上应该有很多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呢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呢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呢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的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呢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还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装上新地板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点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轻轻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而且厕所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节目组剪掉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为啥会长头发呢？专家猜测有人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谁的头发？她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老公一听直接就说是她的头发。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后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，嗨，又是虚惊一场。然而下面这家的厕所里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
他家厕所住了一个看不见的人，只要关上灯就会传来洗手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。肥皂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。打开灯呢却什么都没有，关键厕所都安装了防盗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啊。这种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在厕所安装了摄像头，一夜过后查看录像，却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，马桶里竟然钻出来一只大老鼠啊！来到地面就开始疯狂破坏，发泄完又钻进马桶走了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有一次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，吓得他直接跑到了邻居家上厕所。关键他家在18楼啊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老鼠会游泳，马桶管道只有 S 弯的部位会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来。专家决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但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识到了危险，左闻闻右看看，迟迟没有来到地面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它，它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又溜回了马桶。工作人员决定用另一种方式阻止它，在楼下的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这样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世界安静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厕所里好像也住了什么东西，他家的厕所会叫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咕呱咕呱的声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个黑影从洗手盆里钻了进去，好像是一个小动物，他们壮着胆子决定把这玩意儿吊出来，用绳子把虫子绑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钩。没一会儿果然钻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离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只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虫子吞了，但感觉不对劲又吐了出来。奇怪，家里怎么会出现青蛙？而且他们家住在9楼，这很不科学。刚开始以为是邻居家的宠物，但邻居却说家里并没有养宠物，楼上楼下都问过了，没有人养青蛙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说看着应该是典型的树蛙，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是你这是9楼，树蛙根本是爬不上来的。洗手台的水管和马桶管道还不一样，不可能通过管道爬上来。专家猜测了很多原因，都被否定了啊！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最后主人说之前从家里带来过一些生菜，专家恍然大悟，说蔬菜内部一般都会有虫卵或者小昆虫之类的，这只树蛙应该就是这样来到厕所的。接下来展开了营救，锯开水槽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随后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，每天都要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。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，从1天涂抹1次，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啊，边涂还边笑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就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说女人是他姐姐，询问姐姐情况，姐姐却越来越激动，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，此时温度零下4度，节目组想要帮助他，却被拒绝了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，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，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。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，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，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啊，经常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，在车站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决定洗脸了。鞋油成块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个小时，终于清洗干净，这样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，往他脸上涂鞋油，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。慢慢的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。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，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，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
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，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。看到有人靠近，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二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，但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节目组的质疑，老人的女儿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时在医院里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，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。原来老太太之前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于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惊。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。不仅如此，死而复生的她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首先就是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已经不用戴老花镜了，而且后脑勺开始长出黑头发，皮肤也变得很光滑，连老年斑都消失了。节目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礼貌吗这样？女儿说她以前走路必须要用拐杖，但是现在不仅不需要拐杖，还能下地干活。更令节目组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。为此节目组邀请了专家看到后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 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 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면 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那最后就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吧。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，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，在它死后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来，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。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，旺财在马路上溜达，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。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，旺财已经奄奄一息。没一会儿，旺财就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伤心，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后，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。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没太在意，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，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，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邻居也很内疚，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，才帮忙埋起来的。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，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？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。专家分析后说，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，还混合着很多杂草，使得空气能够流通，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，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。随后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，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。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，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，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。原来是小狗的妈妈。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，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，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。开锁专家也说，
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。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，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。没办法，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，全程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，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，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。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，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，反复观看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，当小白来回走动时，就会把锁链拧起来，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一次，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，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？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，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。专家表示，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，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证营养，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内疚，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。最后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？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签，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，1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，500根1盒的牙签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边吃还边笑。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。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，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她也不解释。现在还变本加厉，觉得牙签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说筷子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比牙签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没看，直接丢在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老公都要疯了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，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签香。那她到底为啥要吃木头？真的是奇怪。大家又给她找来了一堆木制品，大姐一尝，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都是用油漆刷过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。就在这时，她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。原来她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1根牙签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。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大家现在都想知道她身体真的健康吗？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，说带她去医院检查过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，吃不起了。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，纷纷送上牙签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凌晨3点，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。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街道，只为听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声音。村里人最近被这怪声搞得精神崩溃，一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女孩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待声音出现，就在3点整，声音如约而至。声音很明显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于是第2天大家在村里街道上都布置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点什么。凌晨3点，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却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节目组在村里转了半天，教堂的广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但负责人说这广播线路断了，已经很久没用了。很快村委会的广播进入了大家的视线，不过村长表示也很久没用了，但除了这2个可疑的广播外，就没有任何能发出这么有穿透力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还是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这次大家确定声音就是从村委会广播里传来的。但诡异的是，此刻村委会里并没有人。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没人能使用广播。村长还给大家看了最近1个月的广播记录，一共就广播过2次，但这声音最近每天都有，所以肯定不是村长的原因。节目组又想到了专家，拿着录到的声音去分析，专家果然不一样，直接从这声音里面听出了对应的按键号码，而且每个按键间隔都一致。专家说人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，所以肯定不是人为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找来广播设备的厂家售后，经过长时间排查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简单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凌晨3点，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，但恰巧这台设备发生了故障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省流，广播设备出故障了。他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
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带他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他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